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叫霍雪山，是一个整日里忙于家庭琐事的家庭主妇。我的生活平淡而简单，每天围绕着丈夫和家庭转。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一生，平淡而安稳。直到一通电话，让我彻底发现了丈夫尤敬业的秘密。记得那天阳光和煦，我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准备早餐，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邻居阿慧兴奋而又急促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来：“雪山，恭喜你呀，中了这么大的奖！你们家有没有换房的打算？我儿子现在是房产部销售经理了，你提他名字能给你打折。”我愣住了，一时之间无法理解他的话。我再三确认了来电号码是阿慧的没错，而不是诈骗电话或什么房产中介，然后问道：“中奖？中什么奖？”电话那头也被我问得一愣。敬业买彩票中了1000万，你不知道吗？你在开玩笑吧？我有些不敢相信地问。真的，我刚才在新闻上看到的，照片都公布了，他真的中了1000万。阿慧的声音中充满了羡慕。确认了阿慧给我发来的照片后，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1000万，那是一个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尤敬业竟然完全没有跟我提过，这不合常理。我们结婚已经8年了，一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会连这样的喜讯也要隐瞒我。难道是想给我个惊喜？正值此时，朋友阿慧的那句无意的提醒，如同点燃了易爆品的火星，让我的怀疑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雪山，你得小心了，钱这东西啊，能让人瞬间变脸。距离尤敬业领奖的新闻已经过去了1周，他还是全然没有跟我提中奖的事。我决定私下调查。我本想半夜偷偷解锁尤敬业的手机，看看他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他的手机锁屏密码换了，这可难不倒我。我第2天就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了银行和移动营业大厅，查了尤敬业的银行账户和手机信息。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沉了下去。没错，尤敬业不但中了奖，瞒着我，甚至还把钱转给了他娘以及他的前妻钟雨柔的账户里。那天晚上，家里的空气沉闷得如同胶水般粘稠，桌上散落着的收据和纸片都在指证尤敬业的背叛。我心如刀绞。晚餐时，我试探性问道：“敬业，你最近好像心情不错，感觉你好像买彩票中奖了似的。”我的声音冰冷平静的让他脸色一变。没有啊，你知道的，我从来没中过彩票。他的答非所问让我更加确信他在隐瞒。过往的日子如电影般在我脑海里快速回放。这些日子以来，尤敬业频繁的应酬和加班，此刻看来都充满了疑点。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如同锋利的刀片一般，一刀一刀地割裂着我对他的信任。怀揣着破碎的心，我最终下定决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到了律师事务所。面前那张冰冷的离婚诉状，是我对曾经山盟海誓的断然告别。夜幕如一块沉重的黑布覆盖在天空，星星也隐匿其中，不愿给这一刻带来丝毫温柔的光辉。家中的气氛沉重而又紧张。尤敬业坐在另一头的沙发上，褪去了一天上班后的疲惫。此刻的他，眼神中闪烁着不安与困惑。当我重重把那张印满字迹的纸张甩在他脸上时，声音尖锐，如同刀片划过空气，冷冽而决绝。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转账记录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把那1000万分给谁了？尤敬业愣住了，他看着那被我怒气猛甩的一沓转账明细，露出了一丝窘迫的眼神。他张口想要解释，却只能吐出几个无力的音节。我只是想是给妈妈和需要帮助的人。尤敬业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发现他的秘密，他的借口蹩脚而漏洞百出，像是一架结构松散的飞机在风中摇晃，随时可能坠落。所谓的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你的前妻，对吧？我咬着每一个字，眼中的泪水溢上了眼眶。这些年，我跟你同甘共苦，到头来却被你这样对待，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空气中弥漫着愤怒和失望的味道。尤敬业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微微颤抖。他知道，任何辩解在这种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但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想要力挽狂澜。雪山，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真的是。尤敬业的声音越发微弱，像是在用最后一点力量挣扎。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怎样？我几乎在咆哮，愤怒燃烧着我的理智。当初你说你想要一个顾家的妻子，我就放弃了大厂的 offer， 专心帮你照顾家。你被债主找上门追着揍的时候，我把我家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你还债。到头来，尤敬业，你竟然这样对我！刀锋般的指控，火焰式的情绪，我不容他辩驳，不给他机会。这份背叛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看在我们8年感情的份上，我本可以给你机会，而你竟然直到现在还只想着怎么欺骗我，瞒着我。我的声音高的几乎要撕裂喉咙，那份痛楚和愤怒，只有被背叛过的人才懂。尤敬业抬头看我，眼中有泪光悄悄闪烁，那是无奈，是悔恨，但已无济于事。在背叛面前，一切软弱的情感都是多余。我要离婚。我将协议书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声音冰冷而刺耳。所有财产，包括被你藏起来的那1000万，我要求对半分。这是最起码的公平，也是你欠我的。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起诉离婚。听到我要离婚，尤敬业终于彻底垮了。他抬起头拉着我的手，眼中是流露出的软弱与迷茫。然而，他眼神中的求饶和口中后悔的话语，却无法回转已久的裂痕。我也决意不再动摇，这个婚我离定了。事情发展到现在，我已经不想再做以前那个只知道一味付出的霍雪山。随着内心的失望迸发，我更加坚定了自己拿钱走人的想法，而且刚刚发生的一切也快速被传到了家族微信群里。婆婆得知了我要和尤敬业离婚的消息，手机提示音一连串响起，是家庭群里的消息。我看了一眼，婆婆的气急败坏的话语出现在屏幕上。这个女人简直忘恩负义！我儿子天天上班赚钱养着你还不知足，居然还要离婚。过去8年，我没有一天不再忍受婆婆的控制和侮辱，但这一刻，我再也不愿意沉默下去。我的愤怒如同岩浆喷发，而键盘成了宣泄的出口。我忘恩负义，您老好大的脸面！是谁的儿子背着我转走了全部的家产？手机屏幕上的文字如同战场上飞舞的子弹，来回扫射，互不相让。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女人！你提的离婚，竟然舔着脸说要分财产，你想要把我们全家逼死啊你！我当即回击，你儿子瞒着我赌博，搞外遇，连中奖的钱都给了你们。我不得好死，那你儿子也得死在我前头。消息不断在群里跳动，我的心跳如鼓，
每一次回复都承载着我对这8年婚姻的愤怒与不平。就在这乌烟瘴气的文字交锋之中，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尤敬业带着一身酒气，如一头愤怒的野兽冲了进来。他眼中喷火，脸色扭曲，气势汹汹地抓起我的手腕，冲我咆哮：“你对我妈说的什么话？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管教你妈吧！”我完全没将他的愤怒放在眼里，对着他喊：“他先在群里骂我忘恩负义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尤敬业完全不讲理，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一个耳光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你不尊重我妈，你就是不尊重我。声音里是无法掩饰的狠厉，疼痛在我的脸上迸发，我的心中只剩下愤怒的火焰。我气急，反手一巴掌打了回去。尤敬业似乎陷入了疯狂，再次抬高右手想要打我。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我告诉你，从此刻开始，我们再无任何关系。我不会让你再伤害我一分一毫。他的手从我手中挣开，面孔扭曲。我们像2个在风暴中对峙的人。你以为你是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他的语气变得危险。我的心已然死寂，对他早已不抱任何希望。我劝你最好想清楚再动手，别忘了，今天你所有的做法我都会告到法庭上去，让所有人都看看清你的真面目。顶着左脸颊红红的巴掌印，我再没了顾忌，将一切的辛酸和屈辱，以及起诉离婚的回执单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文字简洁而直白。有人说，真正的勇士敢于在面临无法忍受的背叛时，做出挣脱的决定。现在，我也是勇士的一员了。从此，我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片天空。发布后，朋友圈炸开了锅，留言汹涌而至，不少人对尤敬业的行为表达了谴责。我知道有些事情处理起来，或许善始善终才是最好，但当一个女人的尊严被践踏到尘埃里时，我的沉默不是选择，而是背叛了自己，搬离了我们曾经共同生活多年的家。我心里既有解脱之感，又有几分落寞和不安，但更多的是坚定，是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承诺。我要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重拾独自生活的勇气。尤敬业一直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哪知我的这一举动，宛如一记精准的直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软肋。尤敬业在公司和亲友间的信誉，如经历地震般摇摇欲坠。那些朋友圈里日复一日的模范丈夫、好男人的形象，如同镜子上的露珠，在阳光照射之下，一个个破碎蒸发。尤敬业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再加上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离婚案中可能一无所有时，他开始了无休止的道歉。手机成了尤敬业道歉和求饶的唯一途径。他频繁的电话和讯息不断入侵我的生活，他的声音从哀求到软磨硬泡，再到愤怒咆哮，各种情绪的起伏像是一场糟糕的戏剧在我生活中上演。雪山，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吧，我们重新开始。他电话里的哀求如驼铃般断断续续，但在我耳里却是近似讽刺的响亮。我知道他的这番悔悟不过是因为贪婪和畏惧，因为在离婚前，他那转移掉的财产行为将直接影响他在离婚诉讼中的利益。他的那些软话不过是想要找一个便宜的解决方式。我冷笑回应：挽留？现在想起来挽留？尤敬业，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子？你认为我会因为你几句软话就忘记你的背叛吗？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明显没有预料到我会这样回应。显然他对我想法的判断有着根本性的错误。
我是认真的，霍雪山，我已经后悔了，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尤敬业电话里的声音带着近乎哭腔的软弱，此时的他像是一只被困角落的野狗，明知无望，却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你现在道歉是怕离婚输得一干二净吧？想用几句虚假的抱歉就解决问题？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讽刺和愤怒。省省吧！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完了，雪山。电话那头有些无措，但随着我一按挂断键，这一切都随着即将消失的电话波段沉入海底。我将尤敬业的所有联系方式一一拉黑，在我独自一人的新居，我开始重新规划我的人生。白墙上还没来得及挂上的画框，是我未来的畅想。每一天，我醒来都会提醒自己，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法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穆与严肃。我坐在原告席上，似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法官坐在高堂之上，一切的公正与法理都在等待着法律的裁决。尤敬业的身影在被告席上显得有些局促，那曾经自信满满的侧脸，此刻却写满了忐忑不安。请原告发言。法官的声音平和而透着威严，将法庭的注意力集中于我。尊敬的法官，各位陪审员，我站起身，声音清晰而坚定，每个词都凝聚着我内心的力量。我的前夫尤敬业，在我们已经结婚的情况下，不仅出轨他的前妻，还在中了1000万大奖后欺我瞒我，向他的母亲和前妻转移了我们共同的财产，想要在离婚中剥夺我的权益。被告席上的尤敬业穿着整洁的西装，试图维持那副平日里的绅士形象，但那形象已经在我的证据面前土崩瓦解，他的辩护显得苍白且无力。此外，我继续说着，并从文件夹中递出了一叠文件和照片，这里还有证据证明尤敬业对我进行了家暴力。法庭里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尤敬业无力地看着证据，然而他嘴角的那一抹倔强还在试图维护他那所谓的清白。那些只是误会，关于财产，我有我的打算。至于那次冲突，实在是因为他对我母亲的不敬。他的话音未落，我的律师以犀利的驳斥：误会，先生，请您务必对你自己的言行对法庭负责。我们这里讲的是事实，而不是所谓的打算。至于家暴，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法庭的气氛瞬间凝重，尤敬业的双眼急速扫过在场的每一张陪审员的面孔，试图寻找一丝认同，却一无所获。请法院明察，所有的转账都是出于自愿，并无欺骗成分。至于家暴，那是夫妻间的误会。尤敬业颤抖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似乎在为最后一丝尊严挣扎。我们有银行转账记录、伤医诊断书以及多位证人的证词。我的律师再次代表我发言。接下来的几十分钟内，法庭上回响着尤敬业的辩解和我的律师的控诉，直到审判长敲响了木锤，宣布休庭。整个法庭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法庭终于做出了裁决。法官的声音在四壁之间落下，每个音节都清晰有力。法院审理认定，被告尤敬业存在欺骗、家暴及财产转移行为，准予原告霍雪山与被告尤敬业离婚。同时，被告需在30日内向原告赔偿原共同财产的80%，合计936万元。法院的大门外，空气还沉浸在沉闷的法庭气氛中，尖锐的责骂声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狠狠投掷向我。你这个心狠手辣的狐狸精！你毁了我儿子的一生。婆婆似乎失去了所有理智，她的脸色如同阴沉的乌云，眼神中射出的恨意一览无余。你少给我摆臭脸！你家那位宝贝儿子做的好事可真不少，他赌博那事儿我还没说出来呢。今天这个结果，他自找的，我不再畏惧，给予的只有更加犀利的回击。你，婆婆的脸色煞白，双手颤抖着指着我，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几乎让人失笑。你这个贱人，敢算计我儿子！你给我等着！我迟早要让你一无所有！哈！让我一无所有！我冷笑着，声音高昂而刺耳。别忘了，你儿子还得给我936万。你们才是什么都没了，除了一张会说脏话的嘴。此时的婆婆已被我气得几乎要发疯。你给我住口！她一边咆哮着，一边猝不及防地扇了我一记耳光。在法院大门口，那冷冽的疼痛险些让我失去平衡，但怒火驱使我狠狠地回望着她。好啊，这下都省了取证的麻烦了。我的律师迅速上前支撑我，眼神严肃地注视着失控的婆婆。我们会再起诉，对这次的袭击行为追究到底。律师说完，当即掏出手机，准备联系警方。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一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尤敬业，竟然颤抖着双膝跪到了地上，用着近乎绝望的语气对我哀求：“别这样，雪山，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求你放过我妈，求你了。”他卑微地求着，声音由内而外散发着哀怜与慌乱。婆婆的怒火似乎因尤敬业的屈膝而更加旺盛了。她粗暴地抓住尤敬业的胳膊，试图将他从地上拽起来。起来！你个窝囊废，跪在这种女人面前有什么用？尤敬业被她拉扯着，出丑的状态加上婆婆不绝于耳的咒骂，整个场面显得异常狼狈。现在知道求我了，晚了。我的回答果断且不留余地。他哽咽着流着泪：“都怪我，都怪我，我会改正，我会补偿，求你给个机会。”机会？我笑了。好啊，今晚我要见到那900万，否则我头也不回。对律师说：“立刻起诉。”夜色渐浓，华灯初上，灯火辉煌的律师事务所内，我和我的律师坐在精致的长桌对面。尤敬业的律师手持一份厚重的支票簿，额头上凝聚着丝丝的汗珠，最终不情不愿地在转账支票上签下了数字。在他们的见证下，我正式得到了尤敬业因赔偿而属于我的900多万。离开事务所，空气似乎比以往更加清新。我决定离开这片充满回忆的城市，暂时抛开所有，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给自己一个呼吸、放松、审视生活的机会。与此同时，尤敬业的消息通过朋友转述传来，他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仿佛一夜之间老去了数载。尤敬业无法理解，也许永远不会。过去他所谓的幸福生活，多少是建立在我的付出之上。现在一切逆转，他失去了依赖，身边再无人像我一样默默忍受，再无人帮他梳理生活的杂乱，他的形象变得邋遢透顶。旅行途中，我浏览着不同的城市风光，终于能把之前的那些糟烂事抛诸脑后。在中市旧城区的文艺咖啡馆里，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着艺术、生活、理想，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年轻人的话语里总是充满着热情，态度显露出年轻的力量。在一夜深谈后，他们启发了我。
我开始思考如何用赔偿金投资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最好能将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转化为自己的事业。旅程结束后，我带着满腔热情回了地市。每一天，我开始把注意力专注于市场研究和创业计划，不再是简单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位怀揣梦想、渴望改变世界的创业者。我开始思考如何将个人的热爱、美食烹饪及家庭健康转化为商业模式，打造自己的品牌。从市场调研到商业规划，从菜品创新到品牌建设，我亲力亲为，每一步都脚踏实地。在赔偿金的加持下，我很快挖掘到了一个适合我专长的领域——健康生活咨询公司。凭借多年对家庭健康管理的经验和深厚兴趣，我决定建立一个提供健康生活方案的平台，旨在帮助那些生活忙碌却又渴望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们。我开始聘请营养师、健身教练和生活顾问，共同研发一系列健康生活咨询服务。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饮食计划和健身指导，更在乎的是帮助客户找到适合自己生活步调的健康方法，让他们在忙碌中找到生活的平衡点。结合线上平台和线下活动，我开始筹备一系列健康生活工作坊，包括瑜伽课程、健康饮食研讨会和情绪管理沙龙。我深知每个人追求健康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满足不同需求的客户。随着业务的发展，我逐渐聚集了一群忠实的顾客，他们不仅对我的平台充满认可，更将我们的理念带到更广阔的社群中。我的生活从未有过这样的充实感，每一天都在将我的热情和经验转化为力量，帮助他人，也在不断地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日复一日，我的创业公司云健生活在不断的努力和完善下终于成型。无数个夜晚加班，每一次深思熟虑的方案讨论，都在慢慢结出硕果。我们的服务不仅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更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他们看到了云健生活背后的潜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纷纷伸出橄榄枝，希望能够共同将这个新成立的公司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就在我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一切都看似行云流水时，一个曾经的熟人小王找到了我。他带来了由敬业的消息，说他想与我见面。他现在改变了很多，真心希望你能够原谅他。小王说。听到这里，我心底没有丝毫的波动。你可以告诉他，他的道歉对我毫无意义。我知道小王为难，但我的心里对他早已经有了一道厚重的界限。最终，小王他的眼神里带着几分同情和理解，他叹了口气，答应带我的话回去。我转身回到我的团队中，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公司的未来规划上。这是我当前唯一和最重要的事业。正当我的公司如日中天之际，一项行业内备受瞩目的政府项目正准备招标。这个项目与我所倡导的健康理念不谋而合，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参与这场竞标。我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眼前是密密麻麻的策划书。一个声音在内心深处告诉我，是时候更进一步了。我召集团队，开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议，从市场分析到方案设计，从成本预算到实施细节。我们寻找创新的点子，力求每一个角落都能经受推敲。我的团队由一群热忱而富有才华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带着各自的专业知识和对前景的渴望，为项目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我亲自带领他们深入挖掘项目的潜力，定期组织头脑风暴，鼓励大家发表意见，汇聚群智胜过个智的力量。在我和团队成员通宵达旦地准备招标方案的过程中，一个意料之外的信息浮出水面：由敬业前妻钟雨柔的公司骤宇科技也参加了这次招标。听到这一消息，我心中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这份复杂就被我抛诸脑后。既然是公开的竞争，那就在舞台上见真章。经过无数次的市场调研和团队讨论后，我们了解到了市场的真实需求、潜在的挑战，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存在的短板。未雨绸缪，我带领团队制定了一套无懈可击的竞标方案，每一个关键点都经过精密计算，每一个创意的细节都力求完美。整个方案就像一把锋利的长剑，磨砺着它最亮的光芒。招标会的前夜，我坐在办公室，静静地审视着这份方案，回想起自己这一路的走来，婚姻的破裂，个人的重建，生活的抗争，职业的挑战。如今，一切汇聚于此一刻。招标会的会场布置得典雅而又专业。每个参与竞标的公司都带来了自己最强的团队，氛围紧张而又激动人心。身着利落西装的投标代表们一脸严肃地交换名片，低声讨论。在这场企业间的角逐中，我与钟雨柔的公司不期而遇，显得尤为招人注目。我深知这次的直面交锋不仅仅是实力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我领着我的团队在座位上就坐，然而直到钟雨柔出现在会场，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压力的存在。她锐利的眼神和蔑视的微笑，似乎早已看透了这场招标会的结局。她走向我，嘲讽的话语不含掩饰地溢出口中：“哦，看看我们的家庭主妇也来参战了，不知道在商场上你有没有平常做饭洗衣那么在行哦。”钟雨柔的声音冰冷而又讽刺，面对面的挑衅让现场气氛一时凝结。我丝毫没有被她的激将法所动摇，反而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回应她的挑衅。我确实是家庭主妇出身，但别忘了，我既然能站在这里，就说明我得到了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而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证明，谁更懂得客户的需求。他冷哼一声，继续道：“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离开邮敬业，就是因为我不愿做一个沉默的家庭主妇。我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而有些人显然是甘于做那样廉价的选择的。不过呢，后来那人好像也仅仅是因为一点表面相像而被选中吧。”我冷眼旁观，听着他每句夹枪带棒的话，他企图激起我的怒火，让我失态。但我心中早已做好准备，对于这场舌战，我不仅有充分的信心，更有克制和从容。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相似，不过我更乐意认为这是一种巧合而已。我淡淡回应道：“毕竟我与您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我更擅长如何将一个家庭，还有一个企业经营得更成功。”言毕，会场中响起了轻微的窃笑声。随后的展示环节，我亲自上台，展开了一场精彩的陈述。我的方案围绕着市场需求，提出了创新性解决方案和策略，强调了我们对行业洞察的深度和实施方略的可行性。在场的评审成员们频频点头，笔记本上忙不迭地记录着要点，而对手们的表情从轻视转为凝重。他们渐渐意识到，这个曾经的家庭主妇正在用无可挑剔的专业知识改写着场上的力量对比。最后，评审团宣布了让人欢欣鼓舞的消息：
云剑生活的方案，以其前瞻性思维和细致入微的市场分析，成功中标。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的心中汹涌澎湃。我转头看向钟雨柔，那一瞬间的目光交流中，她嘴角紧绷，似乎在努力掩饰心中的不甘和羞愤。竞标夺标的兴奋尚未平息，意外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雳般打破了刚刚恢复的平静。尤敬业和他的前妻竟然低调地复婚了。我尽管对他们的私生活毫无兴趣，然而这消息还是让我震惊。尤敬业那种男人，他前妻怎么会同意跟他复婚的？几天后，真相渐渐清晰。原来一直游走在商场上的钟雨柔，并不甘心于政府项目的失利。在他看来，作为赢家的我和云剑生活，无疑是他在商界失势的罪魁祸首。我开始注意到一些针对云剑生活和我个人的负面舆论。钟雨柔显然打算利用尤敬业和我的过去，借助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对我的声誉进行攻击。他试图将我塑造成一个利用前夫财产才能成功的女人，以此诋毁我的成就，也降低云剑生活的企业形象。钟雨柔之所以这样做，背后的原因也很快水落石出。骤宇科技因为失去政府项目，已经处于财务困境，加之云剑生活在健康生活领域的迅速崛起，对他的公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竞争，他开始了一系列降价和营销活动，但效果甚微。客户对云剑生活的专业性和创新度的高度认可，使得骤宇科技的市场份额持续下滑，内部也出现了纷争和人心惶惶。陷入绝境的钟雨柔终于铤而走险，复婚这个决策在外人看来不过是老情复燃，但在商业的棋局上却明显带有另一层意图。他计划利用与尤敬业的复婚，尝试通过舆论手段来对我的声誉和业务进行打压。他布下的言论罗网，旨在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无能、贪婪的女人，试图损坏我辛苦建立的事业和客户的信任。然而，我怎能容许这样的污点停留在我的事业和名誉上？我选择了以事实为武器，为自己证明。借助我的个人公众账号，我开始发布关于云剑生活的服务案例，真实反映我们如何帮助客户改善生活质量。出于对真相的追求和支持，我进一步透露了钟雨柔的骤宇科技当前面临的财务危机，并且展示了其降价策略背后违背市场规律的疯狂行为，如何不择手段试图打压竞争对手，以及尤敬业赌博欠款被债主追上门好一顿揍的视频。历经了一波小风浪后，恶意的挑衅与无端的攻击不仅没能妨碍云剑的发展，反使我公司的声誉更加光明。与此同时，钟雨柔的骤宇科技却在公众的放大镜下日渐褪色，公司的风评因为公开的舆论战而恶化，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逐渐曝光在广大网友面前。有网友在不知疲倦的挖掘中揭露了骤宇科技的多款产品存在严重问题，部分甚至涉嫌违反健康和安全规定。虽然开始钟雨柔的公司还试图强硬回应，但络绎不绝的证据如同堰塞湖般将所有的防线冲垮。在公众消费的意识日益觉醒下，这种负面影响迅速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损失。为了挽回局面，骤宇科技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来做危机公关，尝试澄清事实，修复品牌。然而，市场的信任不是凭空说服所能挽回的。
公众情绪一旦倒向不利，要想逆转几无可能。投资者对他的信心跌到了冰点，纷纷选择撤资，避免投资损失更加扩大。在这样的窘境下，中宇柔的骤宇科技开始出现人才流失，眼见公司逐渐失去竞争力，许多优秀员工开始另寻出路。我把握住这个机会，决定吸纳那些有能力、有想法、有情怀的人才，进一步增强云剑生活的核心竞争力。虽然我不希望立他人之威，但商场如战场，人才抢夺于无形间永远在上演。我只是在为自己的公司选择最合适的战士。招纳新员工的过程中，我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借助元宙宇科技人才的加入，云剑生活不仅在产品线、市场推广上获得新的活力，更在企业管理和文化构建上得到了丰富。就在中宇柔的宙宇科技步履蹒跚之际，他和尤敬业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剧烈的波动。先前为了商业利益重结的婚姻，如今却犹如冰火两重天。公司的倒闭在即，尤敬业与前妻的矛盾逐渐公之于众，他们开始在对方身上寻找失误和失败的源头。钟宇柔指责尤敬业对公司的不作为，他认为如果不是尤敬业过去的决策错误，宙宇科技不会陷入如此困境。他甚至也对失去那个政府项目耿耿于怀，觉得尤敬业对云剑生活了解甚多，本应该竞标中占有优势，而尤敬业则将怨气撒在前妻身上。他埋怨前妻管理不善，为了虚荣和面子，投资了一系列无效的营销计划，导致了宙宇科技的财政漏洞。他更是对前妻的私人消费和挥霍无度深感不满，认为他超出了公司和个人的承担能力。两人的争执由口头逐渐升级到行动。尤敬业试图插手宙宇科技的具体运营，找出问题的根源，而前妻则通过控股权拉拢了一批忠实的管理层，再加上复婚前签订的婚前协议，坚定地反对尤敬业的介入，仿佛荒诞剧的结尾。这对曾经的夫妻如同决斗的对手，将自己拖入了无尽的是非之中，相互撕咬。宙宇科技终于无法承受连绵的亏损和声誉的下滑，宣布破产清算。这个曾经在业界拥有一席之地的公司，不过几年时间便烟消云散。时光流转，宿命的轮回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景象。曾经我心底最深切的痛，那个对我造成无尽伤害的男人尤敬业，在他的世界里遍体鳞伤地走到了尽头，居然出现在了我公司大楼的大堂。不同于昔日的锐气和自信，此刻的尤敬业身上已没有丝毫往日的光芒，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他的状态让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向门卫表明身份，祈求着要见我，声称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和解说清。门卫知晓我的指示，没有理会他的请求，直接联系到了我。得知尤敬业来访的消息，我只觉得无趣。他所谓的和解，此刻与我已是无关痛痒的事。但考虑到过往的8年，我还是觉得要给他个教训。我下达指令后，保安团队立刻按照我所制定的应对方案行事。对于前夫这样突如其来的闯入，保安按照我的要求，对他进行了必要的制止，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挣扎呼救间，尤敬业被保安一顿毒打后出了大厦。我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远远地瞥见了这一切，心中没有波动，只有深深的释然。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
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